第14天，准备搭火车到湖口。1921年，可以见到波罗汶，拥有此区规模最大的聚落，是从清乾隆经百年发展而成的。民国92年，波罗汶已经是个破落的小村子，老湖口失去铁路转运地位也超过70年。波罗汶在1757年到卡斯族竹县设林垦，但林垦后未移居，也未垦殖。1794年，竹县受前房召集汉源佃农，开垦波罗汶东边的王业垄、南市、风坡缺等地。嘉庆年间，波罗汶的水镇陆续开辟完成，也拓垦至大湖口、杨喜窝、本吉窝等地区。前房在竹县社中人丁最盛，房头众多，历代以来常担任通事。咸丰年间，也曾有前朝拔以爱垦模式开拓金星庄。遇到一位大哥送我物资，十分感谢。在史前时代，新竹地区的主要居民为道卡斯族的竹县社人。竹县社是该地区实力强大的大社，其他地区如桃园的南坎社、康仔社、乃乃社、龟社等藩社都向竹县社纳贡。竹县社传统社域及活动范围北从桃园社子西南，南至新竹市香山。根据新社采田公馆纪略记载，竹县社原位于香山、盐水港一带，后来迁至今日的新竹市区中心。1626年，西班牙占据北台湾，征服周遭原住民，开启西班牙统治时期。然而，新竹地区的竹县社保持独立，未被纳入淡水省区。1642年，占据南台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击败西班牙，夺取北台湾统治权。随后，荷兰人将目标转向征服西部平原的原住民，以打通台湾南北的道路。新丰乡旧称红毛港，传说1646年曾有荷兰船停靠于此。日本时代设红毛庄一场，隶属新竹州新竹郡。二战后改为红毛乡，设红毛乡公所。民国45年7月1日，因红毛不雅，改为新丰，沿用至今。1644年，荷兰军官彼得布恩率200余名士兵从海路前往淡水，征讨北台湾原住民。回程时改走陆路返回大园，降服不成部落，并打通道路。竹县社与北方的南坎社长期冲突。1645年，南坎社为对抗竹县社而归顺荷兰，竹县社也归顺荷兰。荷兰也努力调解双方纷争。位于新竹县竹北市大义里的凤岭玄天宫，主神为玄天上帝，创庙已有44年历史，是竹北、新丰、平顶厝的信仰中心。民国59年2月，受天宫主持黄坤成先生受玄天上帝指示，在竹北、新丰、平顶厝一带设立行宫，并以草茅设立寿天宫，雕塑神像，香火逐渐旺盛。在10月，黄坤成先生将金身请回新竹寿天宫，平顶厝的寿天宫随即空无神像。民国60年，玄天上帝梦村民高启亮先生指示庙神仍在神坛，村民重新安炉，改名为玄天宫。某日，高尔夫球士张金德先生将关圣帝君神像安置于庙内，村民觉得不妥，后由村民雕刻3尊玄天上帝金身于南头开光，回宫安坐后，玄天上帝神威显赫，信众日增，因庙宇狭隘。民国61年2月成立建庙筹委会，于民国62年2月破土。民国68年10月竣工，举行入伙安坐庆典，庙宇经多次增建为谢庙。1646年，竹县社对荷兰人敌意加深，联合苗栗一带的吞霄社等，进攻与荷兰交好的南坎社。同年5月，荷兰派出130人从淡水南下平乱。1661年，郑成功听取和印度公司通议合兵的建议，挥军进攻大员。郑将杨祖
率领左先锋阵部队在新港仔及竹堑社一带登陆，并进行屯垦。1682年，郑克爽修筑台湾北部基隆等港，征调原住民搬运粮食，军令严苛，原住民纷纷起而抗之。竹堑社、新港社响应，沙通市、社商。郑克爽派左协理陈将督兵征剿。17世纪末，明郑灭亡，台湾纳入清朝版图，但清政府实质管辖直到半线以南，以北区域多靠藩社土官通事打理。清代朱夷贵之乱之后，清廷逐渐重视台湾防务。1733年，淡水厅移驻竹堑，并将竹堑社原住民迁往北门外旧社。旧社因头前夕时常泛滥，再往北迁移至新社，经竹北。从台湾府训堂图可以看到汉人移民开始大批涌入，并主要在竹堑城周围建立汉庄。竹堑社内部设有7个部族，社番有番名却没有姓氏。1758年，台湾知府觉罗4明令全社按满族习俗制发，并赐予各部族钱、廖、魏、潘、三、金、李等7姓，并兴建7姓祠堂，名曰新社公馆，今日号为彩田福地。竹堑社前望主率族人协奏官府平定林爽文事件。1760年，获乾隆皇帝赐义勇可嘉匾额。竹堑社为适应清廷统治，将内部7个部族或7姓称为坊，并设坊长管理，其中钱、廖、魏3坊元素较多。魏坊包括魏马稳直雷、魏李贝迪口六、魏新烈3个家族，廖坊则至少包括廖豪迈、廖顺直、廖接直与廖松中4个家族。竹堑社协助清军剿叛有功，清廷订立屯番制，禁止汉人移民开垦番界土地。此后，竹堑社原住民成为新竹地区的大地主，汉人移民只能向原住民租地，透过合股或集资方式开垦。竹堑社族人的经济地位，直到日治时期废除大租制后，才真正衰退。清末1895年，新竹县采访册记录竹堑社熟番人数仍有390人，维持族权认同，但随着番大租和熟番身份特权取消，到1915年日本政府进行第2次临时人口普查时，竹堑地区仅有34人承认熟番身份。时至今日，根据学者杨玉文的研究，湖口、行丰到卡斯竹堑社廖姓后裔，如今已成为平埔客。这些竹堑社廖家子孙积极参与客籍汉人中亲会，与客家人建立关系。廖姓族长廖英寿更坚持传扬客家文化理念，是平埔客客家认同的最佳例证。2004年，竹堑社前姓中亲会成立，旨在团结前姓族人，并争取到卡斯竹堑社的证明。然而，长期的汉化使竹堑社文化几乎全失，当代后裔在记忆上几乎已经客家化，恢复旧礼困难。传统祭仪走田于每年农历7月17日举行，但当天不一定是假日，年轻人参与意愿不高。凤冈国小系出于波罗问在日本时代创建的大湖口公学校，公学校当时为湖口、新丰地区唯一学府。如今新湖国小、湖口国小、新丰国小也从其分系独立。走过凤冈大桥就是白地里，
古名白地粉，因贤明于清朝从福建闽南移民来台，聚居于现今凤山西南岸。开垦前，此地为灰白沙质的荒地，开垦后成为农地。每逢东北季风或台风，风沙四起，村庄呈灰白色，故得名白地粉。丰田区位处凤山西和头前溪间下游的基平原上，以渔业和农业为主，临近海岸的各里是闽南人的主要聚落。过去的竹岘港、旧港也在本区，这座往来福建的重要商港。清代北台湾的行交多在此设点，进口日常用品后，经商道进入北门，交换米、糖等农产品。旧港与中国通商持续到日本时代，后来香山港一度兴起，竹岘港因淤积发展迟滞。然而，台湾总督府指定竹岘港为对中贸易的4个港口之一，使其港务恢复盛况。1932年因战争，总督府停止海来贸易，竹岘港转为专属渔港。1952年，因旧港淤了又修，修了又淤，政府在头前溪南岸建南寮渔港取代旧港。旧港机能从此消失。旧港岛对外交通的命脉是旧港大桥，横跨头前溪，联系旧港与南寮。因天灾和老旧，旧港桥历经木造桥及3代水泥桥的演变。1956年，木桥被洪水毁，居民只能依赖渡船通行。1960年，民国49年3月21日，国民大会宣布蒋总统当选第3任总统。各地举办庆祝活动。3月22日，学童穿着新装参加集会，但因船舶超载，加上早上涨潮风大，船只失稳翻覆，最终13人获救，18名学童遇难。船难后，师生陷入悲伤。陈贤东老师为此谱写了罹难纪念歌。这事件促成了第1代水泥桥的建造。1970年代的第2代桥旁，仍有损毁的第1代桥残留。早期新竹市龙舟赛在头前溪举办，地点位于旧港桥至出海口一带。当午节时，民众聚集在溪畔或桥上观赛，盛况空前。如今，由于头前溪淤积严重，龙舟赛已移至南寮的旧渔港举办。现今的第3代旧港大桥于2009年建成，为斜张桥，设计成风帆造型，象征海口生活。地方人士殷切希望在桥边立碑或设置纪念措施，以自省和警惕当年的悲剧。港南地区地形起伏较大，大部分区域为海埔新生地。清代，港南是新竹重要的盐场。到了日本时代，随着海滨开发，晒盐业逐渐消失，居民以农业和渔业为生，种植水稻和蔬菜，渔业曾是主要产业。早期的港南渔民甚至会出海到南方澳、高雄一带。1950年代后期，因填海造陆和产业变化，渔业逐渐衰退。
克雅溪、克雅大庄、克雅山等地名。有一说，系台语客载一音，由于道光14年的明月械斗，客家人盖往内山迁移，使得克雅为客载的说法更为可信。晋水，地势低洼，距海不远，又近克雅溪与三姓公溪，每逢雨季常因海水倒灌而淹没，因此得名。北台湾最大湿地香山湿地，香山湿地以螃蟹数量庞大而闻名，为大甲溪以北最重要的潮间带蟹类栖地。因新竹市平原被空军基地占用，东边又受丘陵限制，适合住宅的用地稀少。早期市府曾计划填海造镇，并开发香山湿地为工业区和火力发电厂，这对湿地生态造成极大威胁。幸而在新竹市岩两学会和环保团体的抗议下，香山湿地最终被列为保护区，避免了生态浩劫。台湾也是东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中继站。香山湿地因多条河流带来丰富的有机质，滋养了多种生物，吸引了超过300种鸟类来此觅食和休憩，包括黑面琵鹭和丹顶鹤等珍稀鸟类。过去，候鸟多选择竹围和关渡湿地作为南迁避冬的第一个休息地，但由于淡水河口的开发压力，栖地环境恶化，许多候鸟改选环境较好的香山湿地。湿地北侧的金城湖、沙洲西湖地形更是绝佳的鸟类观察地点。香山湿地曾有超过140公顷的红树林，但这些人为引入的树木阻碍水稻，滋生蚊虫，并威胁原生物种。市府近年来清除大部分红树林后，生物族群显著回升。自民国100年以来，招潮蟹数量增长17倍，鸟类也逐渐回归。今日的新竹市香山港拥有台湾罕见的港口寺庙群，主要集中在潮山里，延伸至美山里和海山里，共有29座庙宇。横跨西滨快速公路的潮山晒船桥是倒置的船只的形状，象征渔船捕鱼回来，在岸上进行维修，预备下一次的出航。桥上各式观赏竹县八景香山夕照的绝佳地点。香山天后宫供奉的天上圣母，在清代是香山港船只的守护神，地位尊崇。宫内的灵昭海国匾额由当时新竹最大的交商组织金长和所献。香山火车站建于昭和3年，仍保留日据时期的木造建筑。该站用入母屋造式建筑，屋顶形似中国风格的歇山式屋顶，统为此建筑形式的七堵站。在移位后，香山成为台铁唯一保有该风格的车站。我在这里搭车到新竹车站，再走一段路才会到今天的住宿。到了新竹车站后，刚好遇到万圣节活动。许多家长带着装扮的小朋友出来。修的，应该有什么引进？
开始寻觅今天的晚餐。等了一阵子，最终选择这家拉面当晚餐吃。晚上9点16分，终于到了 Airbnb 的住宿。以上就是第14天虎口到香山。